中美高层在维也纳会晤了。你看这沙利文呐，他就能见到王毅主任，而一直想访华和中国高层进行沟通的这个布林肯呢，那却是被晾在一边，是不能成行的。按说这布林肯的职务是比沙利文还要高呢，但这又是为什么呢？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美国国务卿通过多个渠道他是要放风访华，但是由于那个气球事件肯定他就来不了了。后来呢，他还是要放风声访华，要和中国的高层会晤。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看美国的财长拜伦防长奥斯汀这些多位高官也急于访华，或者在其他场合和中国的高层进行会晤。但是呢，他们一直都没有成行别说这个会晤了布林肯想和中国高层通个电话，那都被无视了。沙利文呢是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要说这个职务上可比布林肯要低，甚至说可以说低了很多。可是呢，你看他想和我们中方来通个电话，咱们这边就能接，而且呢，一下子他能够就和我们的高层见面进行会晤，而且一谈还就是10个小时，这个呢是非同寻常。其中呢有几大原因。第一，我们注意美国过去是发起了这个战略上的进攻，对我们采取了遏制对抗的政策，但是你到目前来说也没什么太大的一个成果。我们现在中国呢正在政治层面高举这个反霸权、反霸凌，维护2战后整个秩序这个大旗。你在俄乌冲突在中东问题在金融等各个领域层面发起了局部的战略反攻。实际上我们中美处于这个全面博弈的状态，但是博弈都好双方也都很清楚这个局面是不能失控的，要有高层的沟通。沟通的内容那是原则性的问题，沟通的人员就一定是要能起到这个决策作用的，也就是说你能说得上话，你说话是要有分量的。这第二，布林肯呢他是国务卿，职位比沙利文高了很多，但是呢这个国务卿只是美国政策的一个执行者，具体的事情当然要这个国务卿来办了。那么你看美国在台湾问题、亚太问题上把中美关系弄得是非常的糟，现在你根本不是去谈那个具体事情的时候，而是现在要谈一个大原则，怎么来保障中美关系的健康和安全。那么布林肯呢在原则性、方向性的这些问题在这个层面他说话是不太管用的。第三，我们来看这个沙利文，他是民主党的后起之秀他可以影响到民主党政治精英的思想以及观点。他在拜登那边呢，实际上他起到了一个师爷谋士的作用，他能够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决策和制定。第四，咱们从个人特点上来看你说这个布林肯这个人意识形态挂帅，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年轻，说话也比较冲，也不去讲这个事实，过分的去强调这种意识形态，思想也相对比较僵化，不够理性，有的时候张嘴他就能胡说。沙利文呢他就理性了很多，逻辑性就比较强，所以呢我们就选择和沙利文这个会晤沟通，而把布林肯先晾在一边再说。